教主，那群正派鼠辈都已经快打到山頂了，你怎么还有心思喝茶？你想什么啊？我在想，喝下透明的水，排出黄色的尿，有没有可能人的本质就是一个超大号的茶包？这个时候了，你能不能不发疯了？朋友，我连你一个大夫都打不赢，唯一擅长的就是轻功，你让我咋办？你可以跑啊，我们帮你拦着，反正你轻功天下第一，从后山的悬崖跳下去，一定没事的。直接从悬崖扔下去，他命大死不了，他要是喊，你就扎哑他。好，你要不要听看你们在说什么？我只知道，我们谁都可以死，唯独教主你不可以。带教主从密道走，快！你就是苗云幽吧？我代表天道和你道个歉，把人传送到异世界这种事情之前确實沒有發生過，我們深感抱歉。你是？反正是天道派我來的，非要問名字的話，那你叫我小天同學吧。3年啊，你知道我這3年是怎麼過的嗎？沒手機，沒有空調，我甚至都不認識他們的文字。這不是已經知錯就改了，馬上就能送你回去。我問你，我現在回去是回到原點，還是已經過了3年了？對於你原來的世界來說，你只是失蹤了3年。我一個大四學生被雷劈到這個武俠古代，現在回去連價值連城的應屆生身份都沒有了，一句道歉就完事兒了。難道你們不打算補償嗎？應屆生身份是什麼？很珍貴嗎？廢話，那是一個讀書人一輩子最重要的東西，失去了就再也找不回來了。那要不然，我把你腳下的這座山一起打包送回現代當補償。教主沒事就好。那群正派鼠衛呢？如果我說昨天一個雷劈下來，剛好把除我之外的人都劈昏了，然後我把那些正派弟子一個個都扔下山了，現在大家都已經安全了，你們信嗎？別扯了，教主，你從井裡打一桶水都要休息半天，你扛得動那麼多人？哦，真相是，其實我是因為意外從幾百年後的另一個世界穿越過來的，那是個沒有戰爭、人人安居樂業的和平世界。神仙為了補償我，不僅把我送回到原本的世界，順便把你們和整座山一起送過來了。以後你們再也不用擔心正派針對你們了。好厲害啊！你說是就是吧？楚大夫，趕緊給教主開點安神藥，這都說胡話了。我們的傷不着急，我現在就去把霧隱鎮改成九曲迷陣，下次一定不能讓那群正派鼠輩打上來了。我去雞棚看下，希望都還活着。各忙各的去吧，我先給教主扎2針，一會兒給你們也都把脈。你看，寧可相信離譜的謊話，都沒有人相信實話。還有，我才不要扎針！等等，這樣吧，你們跟我來，帶你們看個好東西，證明我沒騙你們。啊，這是什麼時候有的？每間房都有，這是淋浴間，洗澡用的。鏡子下面是洗手池，洗手池旁邊是電風風，吹頭髮用的。厲害吧？直接把糞便種走了，那還怎麼種田？好浪費啊！對啊，那我的豬以後吃什麼？洗完澡的水就這麼流走，太可惜了。你們這群沒有見過世面的古代人啊！下山，現在就跟我下山，我帶你們去看看現代人的生活。誰還自己種田啊？現在都是機器播種。還是算了吧，山上挺好的。教主，不是我們不相信你，像我這樣一出生就長着妖毛紫瞳、樣貌醜陋的人，走到哪裡都會被當成妖怪的。無害，都過去了。朋友，你對你的美貌一無所知啊！最後在我的撒潑打滾下，武功高強的洛星蘭答應陪我下山。唉，跟着我受苦了，管他呢，帶着吧，萬一能修呢？我們山下何時有了這條大路？水泥路，好久不見！走走走，順着往前走走。哎，你看那邊又有人在拍戲了。走，最前面那家店，人多不方便騎馬，我們走過去。那些人穿的奇裝異服我從未見過，難道是某種特殊門派服飾？這馬好帥，網紅嗎？收費合影的吧？媽媽，我也想
想騎馬。走啊，先去手机店。3年啊，今日就是和人生挚爱的重逢之日。老板看看，能修吗？我给你看看啊，怎么能摔成这樣的？从山上掉下去了。不太建議修了，你這都好幾年的舊機器了，修理的費用都夠買個新的了。你這兒應該有2手的賣吧？我先買個頂一頂。有，你想要什麼樣的？安卓的還是蘋果的？預算多少？賬號裡就剩1000塊了，每一分都得花在刀刃上。老板，你等等啊，我登了微信再轉錢給你。行，不着急。難道說這3年一直有人在給我充話費？怎麼會有這麼多錢？想吃什麼自己拿，價格牆上都有。這櫃子裡面的東西，想吃什麼就夾什麼，老板會幫我們煮。這是何物？這是西紅柿，就是番茄。哦，对了，那邊沒有。土豆、紅薯、玉米、花菜，那個世界都沒有見過。可憐的孩子，算了，你去坐着吧，我幫你選，保證都是好吃的。哦，怎麼樣？好喝吧？買這麼多東西，你的文銀夠嗎？這才幾個錢，我剛剛跟你說了，我姐給我打了好多錢。你姐？對啊，不是親生的，但是勝似親生的。她一定很擔心你，你打算什麼時候去找她？我準備過一會兒就給她打個電話，然後明天或者是後天回孤兒院看看。古代的飲實在是太清淡了，我想這一口已經想了很久了。哦，對了，還有這個，剛剛老闆送的，吃完麻辣燙來一顆，嘴裡就沒有味道了。我以前是不是給你吃過這個糖？你們是兵器，兵器不需要感情，不需要名字，只需要服從和殺戮。哇，你怎麼了？你沒事吧？你嘴唇怎麼這麼白？我去給你找點吃的。沒找到野果，你先吃個薄荷糖頂一頂。不好意思啊，這是我身上最後一顆了。就是這一點點甜，成了我活下去的全部依賴。糖這麼有用嗎？難道你是低血糖犯了？我叫苗雲幽，你叫什麼名字啊？我叫洛星蘭。不至於吧，這麼辣，你快喝點東西。你去了就可以不用回來了。什麼？原本你說沒有戰爭，人人安居樂業，我是不信的，但是現在我信了。你在這裡過得很好，有家人，有錢，想要什麼，想吃什麼，都可以輕鬆得到。反正現在已經沒有人會再追殺我們了，我們可以自己在山上過自己的小日子，就沒有必要再拖累你了。你應該回到屬於你的世界去，過你該過的生活。洛星瑤，你什麼意思？你們要拋棄我？我是這個意思嗎？你就是這個意思。還有，你是不是搞錯了？我什麼時候說我有錢了？這錢是我姐借我的，不是給的，是要還的。就以我自己的資產，買完火車票就負債了，我還指望你們掙錢養我呢。你需要我們幫你還錢？不然呢？你們每個人之前都說要報答我，現在真的可以報答了，要趕我走，這像話嗎？真的？當然是真的。從下個月開始制定賺錢計劃，你們每天賺不到固定的錢上交給我，那都是要挨打的，還要開會通報批評。哦，他們所有人都不想要拖累我，但是如果是我需要他們，他們萬死不辭。這下沒問題了吧？還有最後一個問題，問，其實你是可以順利跳下懸崖的，對不對？那一刻，面對那些攻上山來的正派鼠輩，你是真的想要陪我們這群早已被肾氣的人咽氣一起死的，對不對？怎麼回事？都說了好幾遍了，那懸崖都快500米高了，我沒長翅膀，不行不行，真的不行，你怎麼就不信呢？哎，你看看你，鼻子都紅了，真的有這麼辣嗎？你等會兒啊，我去給你拿一瓶牛奶，那個解辣。確實挺辣的，辣得我眼眶發酸，辣得我心裡發燙。不過我很喜歡一切苗雲幽帶來的一切酸甜苦辣。這馬也太帥了吧，跟鍍了金似的，毛色好美，是不是純種汗血寶馬啊？肯定是，你看這體型，這氣質，普通馬根本比不了，這得值多少錢啊？小姐姐，這馬是你的嗎？想合照可以付費的。姑娘，這馬是你租來的？請問是哪家馬場的？品相也太好了，這絕對是純種阿哈爾堆包馬，傳說中的汗血寶馬，保守估價也得500萬往上，甚至可能摸到1000萬級別。不是租的，是我自己養的。苗小姐，自己養的？那你肯定有專門的馬場吧？這麼好的馬，飼料養護不得花不少錢，一般人可養不起。沒有馬場啊，就養在山上，隨便餵點草料，瞎養的。我的天，山上能養這種級別的馬，這姑娘怕不是隱形富豪吧？山上怕不是個私人莊園，這馬一看就價值不菲，
隨便養養都這麼好，羨慕了。有錢人的快樂就是這麼樸實無華。姑娘，是這樣的，我下午要給一個主播拍攝的一組寫真，正缺一匹像樣的馬。你這馬簡直太合適了，能不能借我們用一下？報酬好说，給你2000塊怎麼樣？2000？我沒聽錯吧？一個下午居然能賺2000塊，這錢也太好賺了。主播、拍攝、寫真，這都是何物啊？不好意思，是我剛剛沒有說清楚，1個小時2000，就用2個小時。我知道，這麼漂亮的馬，主人肯定心疼，我們保證給你們把馬照顧好。求求你，就幫我這一次吧。成交。不愧是頂級寶馬，這4000花得值。為什麼進山還要給錢，而且比剛剛他們吃的那頓飯還要貴？這世道也太奇怪了。有這種骏馬加持，我今天一定可以出神图。這景区也不怎麼樣啊，山不如我們那兒挺拔，水也沒有我們那兒清澈，空氣還沒山上新鮮，居然還要收這麼貴的门票。这景區的風景確實平平無奇，遠不如玄武山的奇山異水，鳥語遊花。值了，值了！太美了，必須發朋友圈。对啊，我們山上的風景比這兒好多了，有山有水，冬暖夏涼，還有那麼多空房間，為什麼不開個度假村賺錢呢？我們也開個度假村吧，就開在山上，收門票，把多餘的臥子租出去，再搞點體驗項目，肯定能賺大錢。把馬租出去雖然賺錢，但這種好事兒也不是天天都有，咱們得想個可持續發展的路子，才能長久養活山上這一群人。你說寧霜能同意嗎？寧霜向來敬重教主，此事定無異議。這座山叫玄武山，嚴格說起來應該算是楚靈霜的產業。楚寧霜是藥王宗宗主的獨女，宗主中年得女，晚年喪妻，疼愛得不得了。寧霜3歲食藥，5歲便讀，10歲醫術就遠超宗門長老。宗主滿心歡喜，便想把宗門傳給女兒。宗主豈能壞了規矩？宗門基業怎能交到一個女子手上？傳男不傳女，這是祖制。他們早就嫉妒凌霜的天賦，聯合起來逼宮，把宗主囚禁了起來，不准父女相見。凌霜被硬生生趕出了山門。寧霜也是個狠人，遇到我們的時候，身後背着一兜子暴雨梨花針，淬了滿滿的剧毒，準備回去和那群欺師滅母的魂魄同歸於盡。還有這種倒反天高的事情！小女體質陰寒，不適合修煉輕功。我看姑娘你骨骼清奇，氣息靈動，倒是適配。多謝兩位出手，讓老夫臨死前還能再見小女一面。也請兩位日後一定多多照顧霜兒。宗主走後，我们便在玄武山住了下来。星蘭療傷，我練輕功，日子倒也安穩。敵經叛道，忤逆不道，誓殺成性，占山為王。可與此同時，我們的惡行也在江湖上傳播開來。隨着隊伍越來越大，我的惡名也越來越響亮。藥王宗這名頭被人淡忘了，反而有了一個新稱呼——魔教。參見教主，參見教主。不管別人怎麼叫，在我心裡，這座山還是屬於寧霜的。比約定的多了一千。合作愉快，以後有需要隨時聯繫。一定一定。你說好的4000還多了1000，據說是女主播非常滿意，主動加的。共產主義社會的好人就是比封建王朝多啊！走，星蘭，去鎮上超市大採購，給山上的大夥改善伙食。這2塊錢一袋的細鹽，要是拿到古代，那可是貴族才能消費得起的奢侈品。普通人吃的都是含泥沙、味道苦澀的粗鹽，更別說這白砂糖了，他們甚至見都沒見過。教主，這些都是能隨便買的？當然啊，
這些都是家常玩意兒，便宜的很，咱們多買点回去，让大伙嘗嘗鲜。小姑娘，搬新家啊，买這麼多？差不多，家里人多，用得多。没事儿，我过几天去买个電動的拉貨小3輪，以後需要什麼直接網購，方便得很。教主說要買，那就買。教主，左護法，你們可算回來了！無事便好，無事便好。來，誰接一下？重死了！教主，這袋子是什麼做的？看着好特別，又亮又軟，還能裝這麼多東西。這麼薄的料子，居然能承重還不會破，比咱們的麻布袋子好用多了。教主，這種袋子還有嗎？能不能多弄點回來？這些都是小意思，走，去廚房。本教主今天給你們一點甜頭嘗嘗。你們這一日到底去了何處？竟耽擱到這般時候？花錢，賺錢，然後再花錢。誰去打一桶山泉水來？我來。安寧啥雜活都搶着幹。他從小被人欺負，是我收留了他，給了個家。他總想着多做點事報答我。梅蘇湯就是古代的酸梅湯，本來是老百姓常喝的解乏湯，可在那個亂世，烏梅甘草都得千里迢迢運來，普通人連名字都沒聽過，只有皇宮裡才能偶爾喝到。來吧，大家嘗嘗。我先來。烏梅的酸，甘草的甜，山楂的鮮，還有一絲陳皮的清香。這是梅蘇湯，果然高手就是高手。傳說中的梅蘇湯，哇，我也嘗嘗。我還以為這玩意兒只有皇宮才有。我早年救過太子一命，被賞賜過一碗。老實說，沒有這個味道好。真的好甜，謝謝教主。口感清爽，藥性平和，能生津止渴、清熱解暑。不過用料比例和一些細節還可以再調節。古代的頂級秘方，配上現代的優質材料，再加上玄武山獨有的山泉水，這不妥妥的降維打擊。來，再看看這些東西，居然有這麼細的鹽，毫無泥沙，甚至沒有半分苦澀。這是糖，如此透亮的糖，竟似冰晶一般。如此晶瑩潔白的精米，老夫這輩子都沒有見過。竟有這樣雪白的麵粉，怎麼樣？現在終於相信我的話了吧？這可是鐵證如山，總不能再說是神仙法術了吧？信了，教主果然是神仙。我們這算不算雞犬升仙？那個詞好像是雞犬升天。管他呢，我願意給教主當牛做馬，我也願意。苗雲幽，院長，對不起，讓您擔心了。我這2天就回來看您。對了，你默默姐正好在旁邊，你要和她說2句嗎？定位，買票。明白了，我明天就到。沒辦法，我姐雖然只比我大2歲，但氣場實在太強，哪怕隔了千里，哪怕只是電話裡4個字，都能讓我瞬間乖巧。我現在必須要回家一趟。這個時辰，對於古代人來說，太陽下山就是晚上，可現在才剛剛8點。對於現代人來說，很多人甚至都還沒有下班。沒空跟你們解釋了。21點35的直達列車票不多了，我現在必須定下來。我陪你去，楚大夫陪我去。我姐身體不好，正好讓你給看看。要是真能把張默的心臟病治好，他應該大概也許就不會抽我了。這是傳說中的千里傳音，還說不是神仙。算了，隨便吧。路上小心一點，如果遇到壞人，盡量不要交手，能讓就讓。教主是覺得還能有我應付不了的對手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要是把對方打殘了，我賠不起。咱們現在是法治社會，打輸住院，打贏坐牢，而且還要賠錢。可不能賠錢啊，我本來就沒幾個錢了。不是很懂你們神仙。我覺得咱們可以開個度假村，肯定能賺大錢。行啊，教主決定即可。反正山上還有那麼多臥室，以前藥王宗弟子病人也多，建了100間房，10行10列，現在一共才住16個人，空了一大半呢。原來如此。什麼原來如此？你記不記得
你有一次在山上喝醉了。哦，那一次啊，记得啊，我好像就喝了1杯就睡着了。怎么了？其实，你当时只睡了一会儿就醒了。醒了之后，不知道从哪裡找了塊小石板，手指在上面划来划去，摸摸抠抠了一晚上，还一边哭一邊笑，一邊说：“我好想你啊，我離不開你，沒有你我怎麼活呀？”為什麼沒有人告訴我？我們以為你是經歷了什麼情傷，所以也不忍心在你面前提這件事情。拜託以後也別提了。哦，你是不是笑了？沒有。你明明一直都在笑。請顧客後排落座，繫好安全帶，目的地秋山孤兒院，立刻出發。所以你其實確實是神仙對吧？連車夫都不需要，這不是仙法是什麼？別問我啊，咱也不知道啊。3年不見，咱們這城市的科技都已經發展到這種程度了。回來就好，回來就好。院長，是哪個好心人捐款了嗎？我怎麼覺得咱們孤兒院翻新了好多？這就是教主的姐姐嗎？這種氣息只有江湖頂尖高手身上才會有，可她體內毫無內力波動，氣息平穩的像個從未習武的普通人。進來吧，先吃點東西。就是我去爬山的時候不小心掉下山崖，失憶了，一直被山上的原住民照顧。3年後恢復記憶，才想起來回來看看。算了，孩子定是受了不少苦。既然這麼說，我就不追問了。再把我當傻子，把你頭擰下來。我知道姐最心疼我了，這3年一再給我打錢，我也是剛知道，看到的時候我都快哭出來了。姐姐賺錢這麼不容易，還每個月給我打1000多。行了，之前的事情我不問了。你學校宿舍裡面的東西我都幫你拿回來了，就在倉庫裡面，你自己去清理一下。後面你什麼打算？需要我給你安排工作嗎？還有，這位只是朋友？我現在的想法是開個公司，搞個度假村什麼的，賺點門票書費。你之前不是說你要考研？那是擔心自己找不到工作，婉薇的託詞。也是，當年給你輔導英語，半信半疑，被你翻譯成 half yes and half no 的時候，我就知道你的心思就不在讀書上面。嘿嘿，沒出息又咋了？有氣息就已經很棒了。姐，事情是這樣的，就是我的一個遠房親戚忽然死了，留了遺產給我，是一座山，就是我受傷失憶的那座山。他們是山上的原住民，從來沒有接觸過現代社會，也不願意下山。我既然繼承了這座山，就得負責照顧他們。真的，你別不信啊，他們雖然沒有接觸過現代社會，但是繼承了很多傳統技藝，比如說他凌霜就是很厲害的中醫，我特地帶他過來給你看看。可是他沒病啊。這都能看出來，這有何難？到了凌霜這個境界的大夫，光從氣息就能判斷一個人的身體狀態。眼前的張默身體康健，別說心症，連尋常小毛病都沒有。姐，你做手術了，還是找到特效藥了？如果我說我的一個遠房親戚忽然死了，給我留了家直播公司，裡面員工沒接觸過社會，卻都有傳統手藝，還有個厲害的中醫已經把我治好了，你信嗎？信，我當然信。反正我下一步的計劃就是好好弄好這個度假村。姐，你這3年打給我的錢，我可能一時間沒有辦法還給你，但是等我賺到錢，一定會還給你的。我也知道，姐姐你工資雖然很高，但是這3萬多對你來說也不是一筆小數處，也差不多是你1個月的工資了。倒也不至於1個月啊，那是半個月，也不至於。1周？不用，夠了，我不想再問了。再問下去，我不僅不想還錢，還想再從你兜裡偷點走。脾胃弱，生冷瓜果要少吃。
經絡瘀滯，多揉风池穴。心悸气短，忌勞累，少思慮。皮膚瘙癢，忌辛辣，勤換衣。小兒夜啼，睡前揉湧泉穴。至少悠悠看起來交到了不錯的朋友。我送你們去火車站吧。姐，你怎麼知道我要走？你們倆連換洗衣物都沒帶來，肯定是打算當天來回的。加上你現在這個經濟情況，買的肯定是最便宜的晚上9點35分的票。現在7點30，可以出發了。不愧是我姐，什麼都瞞不过你。你想弄度假村，手續查過嗎？簡單查了下，有點複雜。不過我有不動產權證書，問題應該不大。明天我去當地相關部門再問問。我等下給你推個名片，你加一下他，姓秦。我公司定制的员工机多了一些，送你了。等等，山海直播，就是之前廣告裡面那個全球用戶數突破15億的公司，這是我姐的公司。我姐真是……你姐姐也是神仙吧？我姐只是个普通人，她怎麼可能是神仙呢？都說了，要相信科學。咱們這個世界沒有神，沒有鬼，都沒有，妖精也沒有。真沒有？沒有。應該沒有吧？可是她身上的那種氣息，真的不是普通人。她當然不是普通人，因為她是有錢人。我們這個世界雖然眾生平等，也沒有皇帝和貴族了，但是有錢就是老大。是這樣嗎？當然是。那我也想要教主當老大。可算把你們盼來了。教主的姐姐病情如何？感謝上天，我姐之前就已經好了，所以這一次沒有給楚大夫一展身手的機會。痊癒便好，平安最重要。什麼東西這麼香？謝先生今天用雨露菜做了黃金餅，可好吃了，給教主和2位護法都留了好多，應該還是熱的。謝先生廚藝什麼時候這麼好了？謝先生的廚藝一直都很好啊，大家都愛吃他做的飯。在我看來，勉強只能算能吃，色香味3項幾乎都不沾。今天怎麼忽然這麼香？教主，你們回來了，來嘗嘗我新做的玉露黃金餅，剛出鍋的，熱乎着呢。玉露，就是我們之前經常吃的那個野菜。這種野菜雖然能果腹，但味道不好，怎麼處理都有一股苦味，怎麼還專門撒餅上？謝先生，你可以啊，這玩意兒也太香了，以前怎麼沒見你做過？對了，這玉露菜今天怎麼不苦了？外酥裡韌，確實好吃。不錯。其實玉露菜也不是全都是苦的，頂端那一小節糯芽香甜至極，只有下面的莖桿才又粗又澀。之前糧食金貴的要命，哪捨得只掐芽尖兒，都是整株拔了焯水，嫩芽混着澀桿一起吃，自然又苦又難吃。左護法跟我們說了，現在山下百姓安居樂業，豐衣足食，不需要我們再靠着野菜生活。我才想試試新做法，用精細的白麵和新購置的調料做了這餅。原來不是玉露菜難吃，是雞拱逼着所有人連苦澀的莖乾一起咽下。沒事的，謝先生，玉露菜剩下的部分留給我當午飯吃，不怕浪費，我愛吃的。想什麼呢？從今天開始，我要讓你們好好知道，什麼叫做跟着教主有肉吃。謝先生，麵粉還夠不夠？這餅子你再多做幾份，我要擺盤發短視頻。還是要趕緊找個電工，把室內插座安一下，太不方便了。
陛下，灾區已是赤地千里，百姓流離失所，餓殍遍野。求陛下開恩，免除他們3年賦稅，讓他們能喘一口氣，休養生息呀！退下自省。後來我才知道，是奸佞之臣謊報了災情，將災區的慘狀瞞了下來，加徵賦稅的詔書，終究還是送往了災區。若是當年我也有這般能定格畫面的神器，把災區的真相像梦給問帝看，是不是那些人的命運就能改寫？我可真是个天才。姐，我终于弄好了，还有1周就是7月，可以開直播賣團購的預售了。我自己開直播賣嗎？我這賬號現在才幾百個粉絲，萬一沒有流量怎麼辦？好吃，比雜糧飯香多了，軟糯香甜，不用就菜都能吃2碗。山泉水煮出來的米飯，帶着自然的清甜，確實爽口。大家停一下，我宣布一個重要的事情，我打算在咱們玄霧山開一家度假村。度假村是什麼？就是用漂亮風景、好吃好喝吸引外人過來玩，進山收錢，吃喝收錢，住宿收錢。既然我把你們帶到這裡來了，我就希望你們能過上好日子，以後想吃大米飯就吃大米飯，想買什麼就買什麼，再也不用精打細算。不了吧，教主，現在這樣就挺好的，有飯吃，有地方住，不用再奔波，何必再費心費力去折騰呢？太辛苦你了。教主的心意我們明白，但此事牽連甚廣，既要打理客房，又要應對外人，好不容易一些，你本就該好好歇息，不必為我們如此操勞。這些外人中，萬一有壞人要傷害教主怎麼辦？山下都是教主喜歡的東西，有錢就能買。我要給教主買。我要給教主買。你們不知道，這世道已經沒有皇帝了，有錢就是老大。我要讓教主當老大，買衣服、買首飾、買車、買樓，吃喝玩樂，揮金如土。嗨，不早說！如果是教主想要錢，我們肯定全力支持。教主想要，教主就必須得到，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。行吧，不管怎麼說，至少獲得了大家的一致同意。來，第一件事情啊，來幾個人，把那個屋廁給我拆了。這種人在上面拉，豬在下面吃的優美畫面，對21世紀的現代人來說，過於刺激了。山上以後應該會多買一些小動物陪遊客玩，足夠你們做農家肥了。拆了目測的空地，正好利用起來種菜。我明天去買點空心菜、鮮菜、油麥菜的種子，1個月就能採摘，到時候讓遊客自己挎着竹簍去摘。第二件事，把所有懸崖峭壁，反正有危險的地方，用護欄圍起來，為了遊客安全。第三件事，上山的路太不平了，車上不來，人也容易摔，需要填平。現在連山路都要填平，那下一步是不是要給黃河加個蓋子？真的不是很懂你們神仙。先把楚茯苓藥的古法酸梅湯材料買了，老闆再便宜點，送個雨棚和超長接線板唄。太好了，有了車以後買東西就網購，批量購買比零售便宜多了。這麼多消息，沒想到一條短視頻有這麼大影響力，一天時間就這麼多人關注喵仙人度假村。救命，這餅也太香了吧，隔着屏幕都能聞到。玄霧山景區以前沒聽過，想去打視頻裡的菜是玉露菜嗎？從沒見過。大廚手藝太好了，口水直流。感謝喜歡。新景區呢，籌備很久了，玉露菜是山裡特產，我們大廚身經百戰，馬上更新。教主，你在這偷樂什麼呢？給你挑漂亮裙子呢。這千里傳言器不僅可以傳話，還可以買東西。這叫手機，不只能買東西，用處還多着呢。那麼所以，我的酒也可以放在上面賣了？不愧是江南第一酒莊花月坊的東家，江湖第一釀酒大師。教主，你帶左護法和右護法都下山過一次，也帶我和花影下山逛逛吧。小姐，您忘了上次在江南被那群人追得滿城跑的事了。
好不容易才跑到這玄武山清靜下來。那不是有你在嗎？每次都靠你易容才脫得身，這回有教主罩着，怕什麼？你不是想要賺錢嗎？這山上還有誰比我會賺錢的？這倒是一句實話。他的花月館曾是江南第一酒莊，巔峰時單是月營收就夠普通人家吃幾輩子。要不是亂世又遇災荒，再加上那群追求者太瘋狂，也不至於關門。我還聽說山下有很多我們沒有見過的食材水果，教主趕緊帶我去見識一下。經過我的精心挑選，一定能調出更加美味的配方來。行唄，一會兒我的新車來了，帶你兜风去。香车美人什麼的，我也是好起来了。喂，你到了？行，我们馬上下來。上來吧，咱們出發。這鐵疙瘩當真能自己跑，不用餵草料，也不用人推？如果地上有坑的話，還是需要推一下的。哦。啊，这小姐姐顏值絕了，比明星還好看。在拍古裝劇嗎？我覺得是 cosplay。這是什麼意思？通緝令嗎？為什麼要擺一個人像在這裡？這個不是通緝令，這人是個明星，演戲是唱歌的那種，就有點類似那邊的伶人吧，不過地位比伶人高多了。就這位，有好幾百萬人喜歡他呢。真好啊，不過他也確實長得好看。你別老毛病又犯了，看到順審的男子就想上前搭話，那怎麼了？愛美之心人皆有之，我只是上前聊幾句，又沒做什麼逾矩之事。問題就在於，但凡和你聊過幾句的男子，最後都會對你死心塌地，非你不娶，一個個難纏得很，各種要死要活。你忘了上次在江南，那個公子哥為了追你，差點跳河了，你就不能收斂一點嗎？哎，這一點我支持月貌啊，他只是聊聊天而已，他長得美，他們想得美，這難道也要怪他？就是，還是教主懂我，不多聊幾個，怎麼知道誰最適合我？難不成要按照那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來個盲婚啞嫁？憑什麼？安心安心，這裡早就沒有一種事情了，這邊都是自由戀愛。自由戀愛有多自由？想和誰談就和誰談。那想談幾個就談幾個？倒也是沒有那麼自由。怎麼還有一些明明冬季才能成熟的果蔬，也能在夏天看到？難道這地方沒有四季？不要在意這些細節，想吃什麼自己挑，隨便買。啊，對了，那個長得像是流星錘的黃色大瓜就不要了，太貴了，我買不起。榴蓮什麼的，咱現在這個條件還消費不起，還是先省省吧。哦，就這家吧。美女，想買點什麼？我這的水果都是新鮮的，價格實惠。美女長得好看，眼光也好，一看就是懂行的。我這水果絕對沒差扯。對了，你們是住附近嗎？以前怎麼沒見過？綠豆不僅可以煮綠豆湯，還能自己發豆芽吃，共計花了77。本來還想買點種子，但是聽說店鋪沒開門。不過沒關係，大不了上網上買，還能便宜點。教主，那是什麼？這叫電子秤，是現代的稱重工具，比古代的干秤精準多了。現代的一斤是500克，古代的一斤是16兩，差不多是600克。你看，那袋蘋果就是3670克。不对，這電子秤怕是不準，實際重量絕沒有這麼多。美女，我這電子秤是正規廠家買的，天天校準，絕對不會錯。花月瞻14歲長家，釀酒對比飲比要求嚴苛，他早已練出顛重的火眼金睛。你們市場的公平秤在哪裡？一試就知道了。小姑娘家的，一看就從來沒有買過菜，在這裡胡說八道，滾滾滾，不賣給你們了。我們挑了好半天的東西，你說不賣就不賣，門口明明白白寫着缺斤少兩，退1賠3，不敢付秤就是做賊心虛，你給我賠錢。讓我賠錢？你窮瘋了吧？買不起就買不起，還碰瓷起來的了。自己缺斤少兩，反說顧客碰瓷，不如把價目表改成抽獎轉盤，賭今天缺半斤還是8兩，或者在門口擺個溫馨提示。本店計量蓋位採用老闆心情換算制，今日1斤約等於300克，明日可能隨天氣不動，最終解釋權歸老闆的良心所有。還有，我是挺窮的，餘額就剩2塊5，剛夠買你的命。你不想活了吧？你信不信我今天讓你們走不出這裡？喲，你少在這裡大呼小叫的。我這人從小就怕狗，被我說中痛處就跳腳，
你除了会骂人，還會幹啥？有本事去公屏秤啊！沒本事就只會在這裡嗷嗷叫，跟被踩了尾巴的瘋狗似的，吵得人耳朵疼。這小姑娘嘴皮子真帶勁。做生意確實要誠信，讓他們去公屏秤稱一下不就知道了？滾滾滾！關你們什麼事情？少在這裡多管閒事。這還看不出來嗎？這幾個女的分明就是來訛錢的。都出來，都出來！有人在這兒鬧事。小姑娘，真的我們好欺負呀！識相點，趕緊走，不然別怪我們不客氣。哎呀，疼疼疼！我的頭，我是不是流血了？又是你们，真是屡教不改。這攤主不是第一次做這種事了，屬於純純的見人下菜量，卻不知他面對的是老手中的老手，行家中的行家。教主，你歇着吧。從上山上大約1公里，鋪上一條2米寬的水泥路要多少錢？得到的答案是，光材料最少都要10萬。算了，倒也不需要這麼快。古代的作息還是太健康了，不太行，這個要改。真是好久沒有用這麼現代化的東西了，真懷念啊！之前3年用的都是自己竹子和布條自制的牙刷，蘸了楚茯苓配的牙粉，味道怪得很。這種的是啥呀？從哪兒移植過來的？茯苓那丫頭從藥草園裡面挖過來的，說這一塊地夠肥沃，別浪費了。不錯不錯。需要我幫忙嗎？不用不用。教主，你吃，吃完了可以去休息一下。就離譜，沒聽說過有人吃完早餐就去休息的，豬的作息都不過如此。對了，那2頭豬呢？趕到東邊已經圍起來了，還是教主想要殺了吃？不了，就養着吧，當吉祥物。主要是我真的很懷疑，吃那玩意兒長大的豬身上的肉真的能吃？這吃了不會死人？怎麼了？別動，就這樣，太帥了，太帥了！這發到網上不得迷死一片人？不是吧？90多個 G 的流量一夜之間全沒了，這才月初啊！完了，肯定是昨晚筆記本忘關熱點，那些3年沒動的軟件全自動更新了。裝寬帶，必須立刻馬上現在就去裝寬帶。就這個，1000兆商用寬帶，3600一年，最划算。4600沒了，心在滴血，但寬帶必須得有。好在送了光卯濾油器，還有1台千元智能機和4張副卡，正好把洛星林的電話卡轉成副卡，又省一筆。離師傅上山還早，咱們順便去買點水泥沙子，回去填山路。好，需要多少？不知道，先少買點試試水吧。200斤水泥，400斤沙子，再來2把鐵鍬，還有那邊那倆閒置的鐵桶能送我不？行，桶送你，總共240。我的娘嘞！这姑娘看着瘦心弱弱的，一袋100斤的水泥，她只用单手。我閨蜜擼鐵的，厲害吧？好了，厲害，太厲害了，簡直天生神力！我開店這麼多年，第一次見能單手拎水泥的。你們要是還需要建材，隨時來，我給你們算便宜點。那就謝謝大姐了。這是啥？也太好看了吧！是茯苓那丫頭的巧思，她說外面不打仗了，不需要儲存那麼多藥材，就拿出來一些做藥材。這5色同心膏剛出鍋，教主嘗嘗。這糕點看着複雜，其實是按5層來做的，每一層都有不同的功用：烏髮養顏、補氣養血、健脾養胃、潤肺生津、清熱解暑。絕了絕了！5種味道互不搶風頭，還相得益彰。謝先生手藝越來越好了。茯苓這5種藥材選得很好，相輔相成，也不會相克。謝師姐誇獎。你們等下再吃啊，先讓我拍一下。這5色同心膏簡直是為短視頻量身定做的爆款。教主，温測已拆完，接下來是懸崖加護欄還是山路填平？有什麼要求嗎？不着急的，魏師傅，我買了材料，但還沒研究清楚怎麼用。下午有人來裝寬帶，裝好了之後咱們再研究這個。對了，等下裝寬帶的時候，魏師傅也跟着看看吧，可能需要打孔走線什麼的。是。等下魏師傅，方便的話讓子俊跟我下趟山吧，看看以現代的技術有沒有辦法治一治他的眼睛。這裡很多視力不好的人，帶上特定的裝置也能與常人無異。我覺得子君可以去試試。
楚凝霜和楚福灵都束手无策的眼病，教主說的现代方法真的能有用吗？这些年，子君因为看不清而怯懦自卑，我的心就像被钝刀割一样疼。魏某在此先谢过教主大恩。谢谢教主。别客气，改天咱们就下山去看看。你们这是在拍古装剧呢？差不多，我们是山上度假村的，这是员工制服，特色服務嘛。这个假腿做的好真实啊！你们这道具也太用心了。哦，这个不是道具，这是真的。不好意思啊。无碍，辛苦两位师傅跑这么远一趟了。哇，好高的山峰！咱们这是原生态景区，都是没动过的。确实比那种人工的景区有味道。嚯，你们这古装角色还挺多啊，颜值也高。那必须的，都是高薪聘请的专业演员。你们这边装修的真好啊，古色古香的，跟画里似的。什么时候正式营业？下次我带我女朋友过来拍照打卡。下个月就开业。老板，机房在哪儿？没有机房。没有机房？那网线都布到哪儿了？各个卧室的网口总该留了吧？还没有铺网线，有电线就已经很不錯了。那還是小天同學友情贈送的廁所的贈品。我們可以暫時給你放到一個臥室裡正常使用，但你要是想實現全山覆蓋，按你們這規模，還得建個機房，往每個臥室院子後山都布上網線，裝面板和室外放大器。大概要多少錢？你們建築柱比較分散，核心區域差不多100畝，要是每間房都連網線，可能要10幾萬。10幾萬？啥家庭啊？我們整個山就一台筆記本電腦，還是我7年前買的。但如果全部走無線網，能便宜一半，不過沒有線穩定。那還是算了吧，暫時幫我把線遷到住宿區，後面再慢慢改。哎，這臥室沒有插座嗎？沒事沒事，先用這個接線板。沒辦法，裝完衛生電就沒錢了，先將就用着吧。這電風風將近3塊吧，咱去年年會1等獎就是這個。我剛還看到他們養馬了，真馬，那玩意兒可比寶馬貴。富二代花錢就是沒個規劃。說起來，老闆你們最近可得小心點，你們這房子都是木頭門，好看歸好看，但是不太安全。怎麼了？出什麼事了？鎮上最近有個殺人犯在逃，手上好幾條人命，肯定是專挑偏僻地方躲。這附近幾座山，就屬你們這座沒怎麼開發過，連監控都沒裝。他要是藏進來，根本沒人知道。你們晚上住這裡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殺人犯，就好幾條人命這麼慘，偷東西被人發現了，用匕首直接把人全家滅門，一家5口，70歲的老太太到10歲的小娃娃一個沒放過，太狠了。通緝照群裡都傳遍了，說是提供線索的話，獎金最高能有10萬。10萬？通緝照能發我看看嗎？哦，好呀，我這就發給你。10萬？不僅能為民除害，還有獎金，山路和網絡不就全搞定了？還能再買冰箱、電視、洗衣機。這人價值10萬，一旦出現，立刻活捉拿下。好，各就各位，各自學習。魏師傅，你不用學別的，就記住這個快捷鍵，按一下暫停，再按一下播放，慢慢看就行。看不懂的地方先記着，回頭我再單獨搜索。好。山上其他人則很自覺地開始排班，2人一組，每個時辰輪換巡山，爭取通緝犯一出現就當場抓獲。安全第一，活捉第二。不愧是我姐，和我想到一起去了。不過安全是我現在最不用擔心的東西。當初一群身負絕世武功的正派弟子圍攻都沒能要我的命，一個拿小刀的現代人，你有槍我還怕你2分，就一把小刀，何懼之有？你這是星蘭巡山去了，擔心你有危險，讓我過來陪你睡。來，睡吧。太早了吧，我睡不着。怎麼了？是失眠嗎？我給你扎2針。妙手回春啊，神醫！我瞬間就困了。那就好。要命啊！現在才7點半啊！醒醒，出事了，是東邊飼養區，肯定是通緝犯。最狠的是安寧，手裡攥着糞瓢就衝出來了。平時多溫吞一個人啊！別拱了，別咬了，救命啊！喲，是你發現這家伙的？哎，過2天給你買點好吃的，出來陪我拍個視頻唄。
找死！给老子滚开！一群畜生，老子弄死你们！这地方到底是什么龙潭虎穴？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村景区，怎么藏着这么多不好惹的人？只要把这小崽在手里，说不定还能有条活路。大家不要冲动，尽量不要见血。原来都只是中看不中用的纸老虎，怕见血还敢拦着我！不要冲动，搞死了，我还要活捉换钱呢！别动，都给我退后，不然我杀了他！你离我太近了。子君好厉害！哼，让你欺负我猪，还欺负子君！你还有点本事啊，还真让你摸到我们山上来了。这么多人巡逻都没有找到你，没有見過的東西，應該是從這身上掉下來的。原來如此，用上這種高科技，難怪能在巡邏的人不發現的情況下摸上山了。給我把他嘴堵住，別讓他污染咱們山裡的空氣。哦，還有，你們這些劍呀、刀啊，先收一收，等會兒有官府的人來。我來。這麼好看一個男孩子，怎麼就和這玩意兒脫不開關係呢？算了，這次也是孩子好意，下次注意吧。你們打他了？一看就是正當防衛，不用深究。東西呢？你把從林老太太家裡偷來的東西藏哪兒了？我不知道你們在說什麼。就算我死了，我的同夥也會拿到東西，到時候你們一個都跑不掉。有沒有什麼辦法能讓他開口？這家伙嘴也太硬了。當然有。什麼東西？疼死了！沒事，說。我什麼都說，太疼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東西藏在那死老太婆隔壁房的雜物堆裡，夾在一本3年級的語文書裡，是一張老照片。立刻把東西取回來。是。我剛發現他好像踩到我們用來做針劑針了，難怪叫得這麼慘。你這人也是，怎麼能亂踩別人的針呢？真是不小心。那能不能麻煩兩位幫忙取出來？他這樣一直喊，我們不方便帶他回去。哦，當然可以。雖然碰了點髒髒東西，但是回去洗洗還能用。過日子嘛，不能大手大腳。多謝，你們先走，把他帶回去。明天一早移送到 B 市。是。感謝苗小姐對我們工作的支持。這個感謝能具體說說？10萬的獎勵，我們會按時打到苗小姐的賬戶。除此之外，還有嗎？當然了，如果李善紅造成了什麼破壞，也可以整理相關損失，聯繫我們對接進行賠償。政府賠？據我們掌握的資料，用原籍日本在國內潛伏多年，有不少存款，還有日方給他的活動經費，我們已經把這部分錢凍結了。領導，你給我掏個底，賠償完傷者還有剩的嗎？還有不少。那既然如此，如果我說他把我們上山的水泥路和全覆蓋的無線網破壞了，能賠嗎？你真不愧是張總的妹妹。這位領導，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，你應該是姓秦吧？就是那位幫忙給我辦證的秦先生。不好意思，事出緊急，剛剛忘記自我介紹了。我叫秦月川，翻山越嶺的越，川流不息的川，隸屬於國。難怪默默姐說這人什麼證都能辦，竟然是國安局的。這種傳說中的機構以前只在小說裡面看到過。嚯，失敬失敬。我才是失敬了。這東西看起來比燈籠方便，回頭弄一個給教主用。所以領導，我那些證還要多久？半個月已經是最快了，真的沒有辦法再快了。行，還是感謝。所以我剛剛說的水利路和無線鏈能搞不？你連個殘骸都沒有就現編啊？我怎麼走報損的流程？P 圖行嗎？我 P 圖賊溜，以假亂真的那種。師姐 ，P 圖是什麼？不知道，聽起來很厲害。教主說行，肯定能行。我也這麼覺得。沒錯，教主是什麼東西？張默之前也沒和我提到這一點啊。你們兩姐妹就沒有一個正常人是吧？行，水泥地和網絡就當我沒說吧。領導，你看，我們這個小朋友剛剛被那王八蛋挾持，不僅差點受傷，連眼睛都跑掉了，現在找都找不到。我要求你們給他做個全面檢查，順便配一副好一些的眼鏡，這總可以吧？行吧。真的嗎？哦，對了，還有這位大叔，你看，多可憐！為了救自己的侄子，斷了腿還跟着追，假肢都跑壞了。哪裡壞了？你看，現在壞了。我先下山了，明天安排同事過來給你聽損。
你自己掌握好分寸吧。这么门锁怎么烂了？李善红踢坏的。行。晒着的衣服怎么又是破洞又是补丁？李善红没有偷到合身的，就恶意报复用小刀划的。好，田地怎么乱糟糟的？李善红采的，我们这还是药材田。懂了，高价值药材损失极大。对喽，这么栅栏怎么断了？不用说了，我知道，一看就是李善红砍的。没错，栅栏裡面的动物有没有损失？有，我們養的兔子膽子極小，雖然現在看起來沒什麼事，但是你知道的，兔子經不起嚇，說不定過幾天就沒了。有道理，珍貴野兔的損失。謝謝領導為民做主啊！也多虧了你們，這件事情才解決得這麼快，不然真的讓那張照片被拿走了，後續還有更大的亂子。你們這個片區的領導都要感謝你呢。沒事，告訴你也無妨。那位林老太太年輕的時候可是參與過國家頂級洩密項目的科研人員，當年和她一起共事的都是一群甘願隱姓埋名的國之棟樑。他們為了那個項目嘔心瀝血，連家人都不敢透露半句。項目成功解散那天，大家才偷偷拍了一張合照留作紀念，那是他們這群人唯一的念想。出於打擊報復或威懾目的，日方查到了林老太太，並找到了那張珍藏多年的合影。一旦那張照片被傳遞到李善紅同侯手中，照片中其他科學家同樣會面臨危險。要不是楚凝霜出手，李善紅不可能那麼快交代出照片的下落，那後果將不堪設想。原來自己無意間攔下的，竟是一樁如此兇險的陰謀。哦，那林老太太現在怎麼樣了？我認識位中醫，醫術特別厲害，要是有需要，放心吧，沒多大問題了。老秦盯着呢，他是專業的。秦先生還真是個醫生啊。是啊，老厲害了。再說，再不濟還有你姐呢。是哦，我姐說過，她公司那邊也有一個很厲害的中醫。原來苗雲幽還不知道她姐姐的秘密。對了，10萬獎金下午就能到賬。不過這件事情涉及到一些機密人員，就沒有辦法公開表揚你們了。這個你能接受嗎？沒事沒事，一切聽組織安排，獎金能到賬就行。我現在正是缺錢的時候。然後你們當地醫院下午也會派人過來接受2位傷員。所謂的傷員就是魏楚山和魏子君了。不過損失賠償可能會慢一些。我先走了啊，還要回去準備資料和日方扯皮呢。好的好的，開業之後歡迎你們來玩。什麼旺旺雪餅、彩虹糖之類的，很是貼心了。來，小伙子，試試這個眼鏡。原來世界是這樣清晰的。好了好了，男子漢，別哭了。這種感覺好詭異，我怎麼飄在半空中？下面那個孩子是誰？謝大人，謝大人好不容易在災年救了我們的命啊！謝大人明明說過的，熬過災年就好了，日子會越來越好的，會好起來的。為什麼還是變成了這個樣子？地裡顆粒無收，官府加稅，家裡最後一把糧食都吃完了，娘和妹妹都快餓死了。謝大人，謝鼎年嗎？這是之前被謝鼎年救助過的災年。大人之前就藏在這山上，和這山上的人一樣，都是遭了報應，被雷劈了，灰飛煙滅了。但是我不信，我爹說謝大人明明這是世上最好的人，分明是積了大德，飛升成仙了。可是我們這些人應該怎麼辦呢？是老天誠心不讓我們活嗎？謝大人，如果你真的成了神仙，能不能救救我們？不救我也可以，救救我娘和妹妹吧。妹妹才出生1個月，她還那麼小。這是準備單獨留給洛星寒的，她喜歡甜食，但這個時候也顧不上別的了。教主，我們到了。哦，那袋沒吃完的零食別忘了拿啊。都收拾好了。朦朧中覺得自己剛好像做了個夢，但夢到了什麼？不記得了。就這樣，保持，別用力。我就知道賣慘是有用的。這群官府的人到底什麼時候走？我單腿蹦都比這破輪椅快。這一塊應該可以納入鄉村旅遊規劃吧？符合的。而且度假村做起來之後，也能帶動周邊經濟。和文旅那邊溝通一下，把這個路弄一下。好的，領導。不錯，好好做。開業之後，當地文旅也會配合宣傳。小的們。
宣布一个好消息，就在刚才，10万奖金已经顺利打到我卡里了。10万能买多少东西？不知道啊，听起来挺多的。之前说有钱就是老大，现在教主变成老大了吗？还不够吧？子君现在真能看清了，这东西叫眼镜，什么玩意儿做的？太有意思了！哇，能让我也看一眼吗？好像除了我，大家都不是很在乎钱的样子。哎，算了算了，钱的事以后再说。我们还是来分一分这些零食吧，感觉你们对这个比较感兴趣。没花钱的，大家随便吃啊，不要客气。咦，我怎么记得明明有一盒彩虹糖的？奇怪，明明记得带了的。掉车上了吗？不会的，我检查过了，没有掉东西在车上。这样吗？哦，那算了，下次再说吧。如此庞然巨兽，是《山海经》裡面的魁牛吗？你们看，里面有人，应該是神仙的坐騎。這是在幹什麼？搞抽象，還是行為藝術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們這邊是純古風沉浸式度假村 ，NPC 都比較入戲，演古代人上癮了。哦，原來如此，真敬業啊 ！NPC 一個長得這麼好看，演技還這麼好，你們景區以後肯定能火。這也太好吃了吧！這涼拌野菜也絕了，清清爽爽爽的。你們這是？那個，昨天你們家大廚做的菜太好吃了，我們吃的都不好意思了。大家今天就各自從家裡帶了點東西來，都是自家產的，不值什麼錢。就是啊，我從來沒有吃過那麼好吃的番茄雞蛋，這麼簡單的菜能做這麼好吃，真的太厲害了。嘿嘿，苗老闆，你們家大廚的手藝真是絕了，這香腸是我們家自己灌的，真材實料，沒有添加劑。你拿回去讓大廚試試，炒着吃、燉着吃都香。這是我們自家用的種子，都是優質品種。這牛肉是今早切的，新鮮的很。現在時間還早，可以先放冰箱裡冰着，中午做菜正好。那個，可是我們山上還沒有買冰箱。眾所周知，一個景區有錢與否，衛生間就是最直觀的指標。我們的廁所可是瓷磚鋪地，洗手台锃亮，全自動設備，連香薰機都有，乾淨敞亮，堪比砸在星級酒店。連廁所都這麼豪華，誰能想到沒冰箱呢？連廁所都是按景區高標準建的，一不小心預算就超標了。原來如此，那巧了，我岳父是收二手電器的，前幾天剛收了個商用冰箱，是山下一個藥膳麻辣燙的店子倒閉了，那冰箱才用了半個月，跟新的沒啥兩樣。藥膳麻辣燙，這是什麼神奇的組合？下次是不是就要弄出中藥奶茶了？我看過的，那冰箱嶄新嶄新的，一點劃痕都沒有。我岳父按5折收的，要是你需要7折就給你，絕對划算。真的嗎？保真，我把地址告訴你，你可以親自去看看。行行行，太感謝了，我讓先生中午給你們多加幾個菜。哇，謝謝老闆。那怎麼行？剩菜哪有剛做好的好吃？這樣吧，我等會兒拿食譜專門給你帶一份過來。客氣什麼？對了，我剛剛聽教主文的說，也會給女王要吃蛋糕。奶油蛋糕是什麼？不過教主知道，不過說以後我們不生產賣奶油蛋糕，到時候我們就能看見了。教主真好呀。對呀對呀，教主最好了。同事的下班吃。手裡還拿着對講機，我都要懷疑自己這是不是穿越。網購新的再怎麼都要2300，這一台幾乎全新的只要1500，確實能省這不少。雖然突然有了10萬塊巨款，但還是要省着點花。你喜歡這個？哦，現在是有不少店鋪用這種老物件當裝飾的，這還是我媳婦兒的陪嫁呢。東西是好的，後來流行用那種全自動的電的，沒人用這種了。我閨女小時候一直用這個當桌子寫作業呢。一看就是跟着魯迅老師學的。冰箱1500，這台縫紉機就當贈品送你了。再送個接線棒。哎呀，你這姑娘真會做生意。行吧行吧，謝謝老闆。山上有一位頂級繡娘，這種半自動的縫紉機正適合她用。無債一身輕，還以為你會回復收到呢。人海視頻是他公司最近的重點項目，張默非常關心。還說呢，本來第一條美視頻反響還可以，結果我後面發了條小帥哥的視頻，評論區都在質疑我是用 AI 生成的。太假了，我就沒有在現實的男人臉上看到過這種表情。這要是演技，加上這張臉，早就已橫掃內娛了。煩死了！之後用 AI 的能不能主動標出來？這樣騙人有意思嗎？舉報了！我覺得網友說的好有道理。在現在這個社會，男人的自卑從來都是傳說級設定，聽過沒見過，自信卻是默認配置，不分場合自動激活。所以真的不是 AI。連姐都不相信我，沒辦法。張默手握偌大直播公司，手下3000多貌美如花的主播，其中也有不少清澈但實在美麗的小笨蛋。下次帶你見見。但是自卑這款的還真沒見過，大家都對自己的美貌很有認知。好吧。等會兒，所以我女婿昨天說就是修的你們家的路啊？是啊。爹，
您来了，你小子怎么不把话说清楚？这路都没有修好，这么大的冰箱，你让人家老板怎么拿上去？这冰箱快500斤了。对哦，我怎么忘了？我们这路还要1个星期才能用呢。没事儿，我早就想到了，我找人下来搬，找2个力气大的下来搬东西。起。这到底是哪里请来的 NPC 啊？電影學院和體育學院雙學位嗎？啊，這是什麼東西？這就是傳說中的移動冰窖嗎？好厲害！以後我釀的酒是不是也可以放在這裡面？當然可以。那我做的梅蘇湯也能放。好主意，你拿一點過來冰着，中午給施工隊的工人們嘗嘗鮮，正好也能聽聽他們的反饋。是。冰的梅蘇湯嗎？我還沒喝過。我也沒有。給我也嘗嘗吧。教主，方便過來一下嗎？咋了，念念？正好，我有事找你跟你娘呢。來，我們出去說。好的，教主。這個叫縫紉機，可方便了，能大大增加效率。不過具體怎麼用我也不會，我到時候上網找幾個視頻給你們看。你們是專業的，應該能看。對了，念念，你剛剛要跟我說什麼來着？教主，你右胳膊的袖子破了一塊。教主，一會兒把衣服換下來，我給你補補吧。溫一從不允許衣服上留下醜醜的補丁痕跡，每次修補都會在破損的位置繡上精緻的圖案。想當年，溫一也曾是明洞江南的第一繡娘，她出身繡坊世家，5歲就能繡出完整的花鳥魚蟲。18歲那年，她被譽為天下第一繡娘，卻也成了溫家的搖錢樹。家族為了獨佔她的繡藝，強行阻止她嫁人，只允許她悶在繡坊裡繡製高價繡品。28歲那年，她給如今江南的大俠凌雲霄繡佩劍劍素，一針一線，繡的是高山流水，繡的是惺惺相惜。那一年，她不顧家族反對，分文未帶，跟着他私奔了。婚後清貧卻幸福，她繡品換銀錢，她行俠仗義護一方安寧。1年後，女兒念念出生，給這個小家添了更多暖意。走投無路之下回溫家求救，所謂親人不僅分文未給，還罵他私奔不孝，敗壞了門風，把他們母女趕出門外。他忍痛剪掉母女倆的長髮，換了少量銀錢，勉強救活了女兒，勉強熬過了寒冬。等月，溫秀寧的弟弟突然暴斃，溫家人誣陷他們母女正月剪髮克死舅舅，要將他們抓去浸豬籠。他只能帶着女兒連夜逃命，一路顛沛流離，最後幸運的被我撿到，在玄武山落了腳。教主這次想要繡什麼圖案？溫儀，我突然想到一個點子，你能不能幫我在所有人衣服上胸口的位置都繡個一模一樣的圖案？就繡雲紋豹貓身上的那個雲紋。可以啊，這個主意好。我們不是要開度假村嗎？人家都給員工做統一工作服，但我現在錢不夠，買新的太貴。我想，不如在每個人衣服胸口繡個統一的樣式，客人一看就知道是員工了。我也可以幫忙。好，謝謝念念，我找縫紉機的操作視頻給你們看。哎，我手機呢？這就是教主帶回來的法寶。上面這些歪歪扭扭的字應該是法寶的名字吧？教主，這東西需要念咒語才能啟動嗎？不用念咒語，插上電就行了。話說，這玩意兒做的好像棺材啊。確實很像。聽這意思，多用於放置動物的屍體，好像也差不多。有道理，所以放人進去也行。太小了吧，放不進去。切開放可以。那倒也是。行，別在這裡看熱鬧了，你們都忙去吧。古代的窗戶都是紙糊的，隔音差還不結實，要給客人住肯定不行，所以我訂了一批玻璃。苗老闆，你這山上面到底是度假村還是武術學校啊？這一個個人才都是從哪裡選出來的？這都是我精挑細選來的優秀人才。對了，錢給你轉過去了啊。說起來，王姐你挺信任我啊，這麼大一筆錢，你連個定金都沒有收我的，你就不怕我放你鴿子？你這麼大個山在這裡呢，我還怕你跑了。以後多合作啊，有事隨時招呼。以前誰家裡要是能有塊琉璃，都是當做傳家寶一樣供奉着，這樣剔透，沒有一點雜質的，我估計皇宮中都沒有幾件。這簡直是拿珍寶當瓦片用啊！不愧是神仙，尋常人家見都沒有見過的寶貝，
教主一口气就買了800多塊。这真不是什么宝贝，就是普通玻璃。这几天大家也都混熟了，有几个工人还主动提出帮我改造电路。谢先生，今天的糕点多做几份啊，给工人们带回去尝尝。已经备好了，教主放心。工头吃人嘴软，拨了3个有电工资格的来帮忙，材料我自己出就行。怎么这么贵？基建真的好花钱，10万一下子就只剩下一半了。早知道默默姐的钱就不那么着急还了。这贵吗？还不夠你辦個廁所的。所以啊，苗老闆，像你們這種富二代創業，花錢還是要有點規劃，別光顧着把廁所修得像5星級酒店一樣，就把別的地方都忘了。行吧，古代人覺得我是神仙，現代人覺得我是富二代，解釋不清，根本解釋不清。火線和營線是這樣分嗎？穿線管留這麼大的餘量夠不夠？紅色是火線，藍色是營線，黃綠雙色是地線，可不能接錯了。留餘量是為了以後檢修方便，萬一線路壞了還能抽出來換。原來如此，這兩叔侄已經被電路科學迷住了。這兩叔侄已經被電路科學迷住了，還跟我說他們學會了要上手部操作，被我拼死攔下了，就怕他們一個不小心被電死。不行不行，你倆把電工證考下來了再上崗。公司讓無證電工上崗是違法的，抓到了直接罰10萬，咱可沒有錢交罰款。可是我們真的已經看懂了。零基礎考電工證最快只要15天，我相信你們倆的實力和天賦，沒有必要這麼着急。教主說的對，咱們先把證考下來，名正言順的上崗。是，伯父。幾天後，山路施工徹底完工了，施工隊也要撤走了。雖然山上還有2/3的房間線路沒裝完，但現階段30間客房夠用了。諸位辛苦了，這是我今早剛釀的桂花米酒，請收下。哇，這味兒絕了，比我喝過的所有米酒都香，聞着就甜絲絲的，太舒服了。好喝，咽下去之後還有桂花的香味在嘴裡飄，這葫蘆真是個好東西。諸位喜歡便好。苗老闆，這段時間在你們這兒又吃又拿的，真不好意思了。這個月實在後面的工期已經排出去了，不然一定幫你把電路工程徹底弄完。以後有什麼活隨時喊我們啊。哪裡的話，是我們要感謝大家了，給我們把路修得這麼好，還幫忙改造了電路。等開業了，我們一定帶家人來住，到時候可得給我們打折啊。打什麼折？到時候你們就憑這個酒葫蘆來我們這兒免費吃住2天，帶家人來或者是送朋友都可以。苗老闆大氣，一定。大家的動手能力真的很強，完全不需要我操心，畢竟能力越小，責任越小嘛。按照山上的戰鬥力分布，2隻土狗肩上的責任都比我重，有點意思啊。沉浸式古風體驗，我們山上這群人可比那些景區的演員專業多了，畢竟是正品古代人。你們誰有才藝，比如說樂器之類的？你們這麼看着我幹什麼？幼年時，父親確實找過一些師傅教我琴棋書畫，但是我着實不感興趣。我除了讀書，其他的時間都在研究廚藝，琴簫笛瑟這些於我而言實在是陌生的很。什麼情況啊？咱們這一個藝術生都沒有嗎？我會。你會？會什麼？古琴、琵琶、洞簫都會。你什麼時候學的？我怎麼不知道？因為師傅教的時候你都在打瞌睡，你當然不知道。也不是很難的東西，我在旁邊看着看着就會了。太好了，武林高手還會樂器，一聽就很有看點。這種的你會不會？這是什麼招式？我從未見過，也從未聽說過。可能就是把內力匯聚在琴弦上，然後打到水裡，那琴不就碎了？對啊，再好的琴也扛不住這樣的內力衝擊啊。內力這般分散出去，打在水面上除了好看，實在沒有別的用處。若是對敵這般浪費內力，怕是得不償失。不錯，真正的內力御敵講究的是凝練一擊，要麼傷敵，要麼護身。這般大張旗鼓的陣水，華而不實，與實戰毫無裨益。可是這樣比較帥啊。好吧，果然電視劇裡都是騙人的，現實裡的武林高手一點浪漫情懷都沒有，一個個務實的要命。你是不是太寵了？既來之則安之，既然教主都開口了，那就試試吧。用琴肯定不行，一定會碎的，但是隊長說不定可以。子勳一會兒出來和我對一招。我和左杖法打？放心，左杖法對內力的控制以真化境，不會傷到你的。你現在眼睛已經能看清了，也該多和高手過過招了。是。真正的高手對決，我要錄視頻。
這便是高手之姿。太帅了，太帅了！出手吧，不用留力。得罪了。天哪！这简直是特效都做不出来的场面！我的天哪！太帅了！所有手续都办好了，这意味着玄雾山度假村终于可以正式营业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终于可以开通商家认证了。看谁还说我是 AI 造假！教主，那跑得飞快的铁盒子便是你说的汽车？这玩意儿可比马车快多了，加满油就能跑几百里地，还不用喂草喂料，方便得很。真是奇物。苗小姐，这是你的营业执照、卫生许可证、消防验收合格证明，还有其他相关資料，你清點一下。謝謝，都齊了。教主，剛剛那些穿着統一衣裳辦理證件的人，都是官府的官吏。他們屬於公務員，差不多吧。他們對百姓態度真好啊。好啦，別再想舊社會了，咱們今天任務還沒完成，還有點別的東西要買。這個人證合一檢驗終端花了5000塊，消防設備又花了15000，這才一上午2萬塊就沒了，趕緊開業吧，不然真的要破產了。搞定了，走，我們去買點好菜慶祝一下。好的，今天就帶你去我們的農貿市場見識一下。還有謝先生，我想了一下，以後下山買菜的事情還是交給你吧。一切聽教主吩咐。我給你的賬號轉了5000塊錢，等會兒帶你去菜場逛逛，體驗一下手機支付。其實我也不知道1個月買菜要花多少錢，後續還有客人會來吃飯，可能消耗會更大。反正先用着再說，不夠了我再給你轉。這就是這裡的銀錢交易方式。沒錯，謝先生果然聰明，一點就通，不愧是當過物部郎中的人。這可真是太神奇了，省去了攜帶銀兩的麻煩。只是這東西要是被人盜竊走了，沒事兒，咱們有指紋解鎖啊，就算手機被偷了，手機裡的錢還是你。實在是方便。對哦，你們好像還不太認識阿拉伯數字，回去開個會，集中認一認，寫一寫，以後記賬花錢都方便。阿拉伯是何物？是哪個州府的名稱嗎？哎呀，不要在意這些細節，走走走，去菜場。之前那家缺斤少兩的水果攤已經被清退了，現在換成賣水產的了。哎，這家水果店呢？怎麼不開了？忍不住老毛病又犯了，又被抓到缺斤少兩，總算是被市場清退出去了。你們這市場管理搞得還不錯嘛。來來來，謝先生，就在這家買，你來挑，看有沒有什麼需要的。我看你們這每次出來都穿的古裝，是哪裡的工作服嗎？對啊，開度假村的，就在那個玄霧山。這是我們的賬號，馬上開業了，歡迎來玩。方便加個微信嗎？如果你們後期需要大量蔬菜，我也可以送貨上門的。可以啊，不過我們這馬上才試營業，估計需求量也不大，後面要的多了就找你。行行行，肯定新鮮又便宜。哦，對了，你如果是對外做生意的，還是要小心一點。據我所知，有的人報復心蠻重的。不瞞你說，就在被清退的第2天，我們其中一個市場管理員走夜路回家的時候，就被人套麻袋打了一頓。雖然說是沒有監控，但是這麼有黑社會啊？不至於，但是多少有些混的背景，你還是小心為妙。癩蛤蟆趴腳面，不咬人也惡心人啊。沒事，讓他來唄。這人要是真的敢到我們山上鬧事，那就不是區區賠3倍就可以解決的了。來，點這裡，打開付款碼，然後讓老闆掃一下就行了。不着急，慢慢來。成功了，你看是不是很簡單？不過是觸類同通罷了。這些數字排列規律與算學中的某些原理相通，並不難猜。厲害啊，謝先生，連小數點都運用得當，不愧是中國狀元的人。趁着謝先生買肉，我抽空買了台投影儀，以後給大家集體上課用。認數字，學現代知識，規章制度，簡體字，掃盲之路任重道遠啊。我們也是有辦公用品的正規企業了，不錯不錯。小龍蝦原產美洲，20世紀初才引入國內，山上這群古代人肯定沒見過。這紅殼鐵鉗的是什麼玩意兒？紅彤彤的，還有2隻大鉗子，看着好凶，這能吃嗎？這麼硬？神仙的寵物吧，看起來好威猛的樣子。謝先生，今天的晚餐就靠你了，調色，蒜蓉或者是油燜都可以，做法你自己用手機搜搜，感恩感恩。好的，教主放心。認證需要1到3個工作日審核，審核服務費600塊1年，通過之後賬號會多一個藍色的 V，證明是正規企業。快點通過，快點通過，快點通過！姐，我終於弄好了。我自己開直播賣嗎？我這賬號現在才幾百個粉絲，萬一沒有流量怎麼辦？不愧是我姐，
公平公正的不放過任何一個賺錢的機會。對張默來說，錢不是問題；對我來說，問題是沒錢。門票29.9塊，住宿299，會不會太貴了？算了，試營業半價優惠，先看看情況吧。武俠，我們是來真的。不錯不錯，看起來十分靠谱，一點都不像是一個人均文盲的草台帮子。果然还是有人說我是 AI 造假，不過也有人開始相信了。還有人要看帥哥開直播，今天下午6點30準時開播。Hello， 直播間的家人們，下午好呀！沒有無人機哦，是我真人拿着手機在直播。大家看，我現在就在我們喵仙人度假村的峰頂，名為望仙峰，距離景區地面200米。純的實景直播，沒有任何濾鏡和特效，你們看到的就是最真實的樣子。不好意思啊，忘記自我介紹了，我不是主播，我就是喵仙人度假村的老板。放心，我不會嘎在你們手機裡面的。哎，好像沒在菜園裡。最近度假區還有一些收尾工作，比如安裝消防設備、整理客房什麼的。他可能是去別的地方幫忙了。笑死！山上16個人，一共就4部手機，其他人溝通基本靠吼，哪裡是說聯繫就聯繫得上的。他一般做事的時候不太喜歡帶手機，怕分心。你們要是實在想看，我還是帶你們去下面轉轉吧，說不定運氣好就遇到了。真的有？走，我現在就帶你们去看。哦对，我比较喜歡攀岩，平時沒事就會在山上爬一爬，所以下山快一點很正常啦。一輛跑車120塊，雖然平台分走一半，但剩下的也有60，這可是善心人無償贈送的，感恩的心。好，稍等我半分鐘，打電話搖人啊。教主有何吩咐？他們想看我怎麼登上望仙峰的，你等會兒就拿着手機鏡頭對着我，這上面幾個按鈕你小心別碰到了，免得直接鎖屏了。知道了。我給你們倒數10個數，給所有人留足開錄屏的時間。準備好了嗎？開始倒計時，10、9、8、3、2、1。家人們，到頂了。怎麼樣？看清楚了嗎？沒有威揚，沒有繩子，純的徒手攀爬，而且是單手。服了，我徹底服了！10輛跑車說到做到。另外，我已經下單了15間古風經典房，開業之後帶攀岩群的兄弟們來團建。謝謝利友老板，太大氣了！歡迎你們過來團建，保證讓你們玩得盡興。有的，特色項目多着呢。正想帶你們去看一個剛上線的新項目——懸崖秋千，包出片的，發朋友圈絕對讚爆。走，現在就帶大家去看看。新來，一起去唄。是，教主。大家看，咱們這山上的環境絕吧？全程無濾鏡，純實景。安寧，我找了你好半天，沒想到你躲在這兒呢。教主找我嗎？有何事？沒事兒，你忙吧。你這是在打磨秋千？是啊，魏師傅說怕有木刺傷人，右邊2個已經打磨好了。教主要試試嗎？大家看，這就是咱們的懸崖秋千，純手工打造，傳統榫卯結構，連釘子都沒用。這個位置在西北方的懸崖邊。坐在秋千上盪出去，能直接看到雲海和夕陽，怎麼拍怎麼好看，就是能一貓打贏倆老鷹的那位。來，給大家介紹一下，這是我們山的山神大人，大家以後來山上玩，要是遇到他們，一定要放尊重一點，保持安全距離。他們是實打實的野生豹貓，只可遠觀不可褻玩，別驚擾了他們。好，安寧你去推吧，輕一點啊。好的。像一團裹着霞光的雲絨小團子，正伸着爪子擁抱整片夕陽。家人們，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啦！玄武山的夜晚還有更多美景等着大家親自來探尋。記住啦，7月1號，咱們喵仙人度假圈正式試營業，到時候咱們不見不散。68770塊，哇塞，好多錢啊！這數字看着喜人，可全是預售單，說到底只是賬面流水。團購訂單核銷後還要等14天才能結算，還要扣手續費。果然賺點錢真不容易啊。這倒是實打實的進賬，每個月最後1天統一提現吧，方便記賬。好，愉快的學習生活終於要開始了。之前在那邊，他們用的是完全沒優化的繁體字，很多字我完全不認識，導致很長一段時間我都處於半文盲狀態，文不成武不就，連山上的狗都打不贏。現在也終於輪到他們去嘗嘗這種感覺的滋味了。什麼東西這麼香？謝先生今天又做了什麼好吃的？教主早。今早的肉餡拌了點香油，面發的也透。你不愛吃薑，這幾個是沒有加薑末的，你嘗嘗。麻煩謝先生了。
還单独给我做。无碍。这边还有茯苓那丫頭剛調配出來的豆漿，據說是加了好幾味溫和的藥材，教主試試嗎？哇，這也太好喝了！上鏈接。不對，我的意思是這個也可以上菜單，以後這個豆漿也能當做招牌產品來賣。對了，我們是不是還沒有菜單？已經寫了一份，尚未最後定稿，下午給教主過目。靠譜。投影儀和文具都到了，晚上就用投影儀教大家認字學算術，往後記賬算賬都能用上。這車是想上山，圍欄只開了這麼小的口，車肯定進不來。你好，你是這山上的員工嗎？我在這兒找了半天也沒有找你們的聯繫電話啊。這個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正式營業，所以牌子都還沒貼出來，後面會有的。對了，你有什麼事嗎？你就是喵仙人度假村的老板吧？我昨天聽了你的直播，聲音一模一樣。對，我就是這裡的老板，我姓苗，找我有事。太好了，終於找到你了，苗老板。你好，我叫林曼，負責這個片區的酒水引領和食品批發的。昨天看了你的直播，覺得你這度假村特別有特色，前景肯定好。今天特意過來，想跟你談談合作。別的不說，起碼每間客房每天2瓶礦泉水，這肯定是必不可少的。對哦，礦泉水、可樂、雪碧這些我們確實做不出來。他要是不提，我差點把這個忘了。嗨，這就叫緣分啊！我們正缺靠譜的冷飲供應商，你這來得太及時了。走走走，上去聊。可是，苗老板，你看我這車壓根開不進去啊！要是叫人下來挪圍欄，那也太草台班子了。面子工程還是要做的。那什麼，實在抱歉，圍欄剛做好，還缺幾個零件，暫時只能開這麼小的門。要不你坐我的小3輪上去，這裡面一箱是本子，拿來當凳子坐的話挺合適的。不用麻煩苗老板，我自己走上去就行，就當欣賞風景了。林經理，別硬撐了，我們山上的人平時都做這個，穩得很，上來吧。那麻煩苗老板了。苗老板，開慢一點。放心，我技術好得很。苗老板，你這度假村也太漂亮了，簡直是世外桃源啊！我已經好久沒有看到這種純原生態的美景了。謝謝誇獎，我能拍照嗎？可以，當然可以。直播裡看就覺得美，實景更絕，開業了肯定爆火。我原本是打算在這裡規劃一間小賣部的，但是因為開業比較倉促，商品什麼的都還沒有準備。苗老板，我們這邊可以給你提供最優惠的批發價，礦泉水、可樂、雪碧這些飲料都有，還有各種口味的冰棒、雪糕，還有各種各樣市面上常見的零食。另外，我可以免費給你們投放2台自動售賣機，放在人流量大的地方，客人買着方便。這個聽着有點意思，展開說說。不光生是自動售貨機，小賣部裡需要的冷藏冰櫃，我也能給你們申請2台全新新的，純免費使用，不用你們出1分錢設備費。還有這種好事，做慈善呢。但我們公司這邊有個基礎風控規定，2台自動售貨機加2台冷藏冰櫃，需要收取2萬塊的設備押金。這錢不是扣下，只是做個保障，畢竟都是全新的設備。押金？不好意思，給不了一點。2萬塊的押金，我全部的現金流加起來也就15000多。我們公司的押金退還很實在，只要你們每年從我們公司的採購額達標，這2萬塊押金會分3年退還給你們，每年達標就退1/3，3年期滿全部退清。唯一的要求就是這2台售貨機和2個冰櫃裡面全程只能擺放我們公司飲品、雪糕和零食，不能擺其他家的貨。哦，他腰不好，那我知道該怎麼辦了。林經理，你看看，咱們光顧着談合作，都沒有好好給你介紹一下我們的度假村。合作的事不急，咱們先逛一逛再說。什麼？剛剛不是已經逛了不少東西了嗎？教主，楚大夫，這位是林經理，上來和我們談合作的，腰不太舒服，你幫他看看。苗老板，這是做什麼？景區節目？不是節目效果，人家正经中醫大師。不用麻煩了，我這是老毛病，生孩子落下的，休息一下就好。產後勞損日久，氣血偏虛，寒濕侵入經絡，導致腰部經脈淤堵不暢，久坐久立走路都會加重痛感，陰雨天更是酸痛難忍，夜裡翻身都受影響，對嗎？望聞問切，醫者之本。我先給你施針緩解疼痛，想要根治，需要長期針灸配合中藥調理，大約半年就能痊癒。能根治？試試吧，都是朋友，不收費的。楚大夫，你真是神醫！我這腰疼了好幾年，您這一下子就给我緩解了這麼多。只是治標，後續調理才是關鍵。林經理，這下舒服多了吧？楚大夫的醫術可不是蓋的，你要是常來調理，半年就能好利索。太謝謝你了，苗老板，要不是你，我還遇不到這麼好的大夫。林經理，你看咱們這也算是不打不相識，之後你還要常來調理身體，大家都是朋友了。那之前說的那個押金，既然是朋友了，那麼互相都有信任感，就不需要押金作為保障了。2台自動售賣機，2台全新冰櫃，我明天就讓人送上來，折扣也給你算最低的。
不过首批貨品你最少得定5000塊的，这是我的底线。没问题，林经理你太仗义了。苗老板，要不还是你送我下山吧？其实做你的小三轮还挺有意思的。从今天开始，咱们每天晚上都抽时间学些现代的知识，先从最基礎的数学算起。这上面的加减法看着简单，却是往後記賬、算賬、收客人錢的根本，缺一不可。都給我好好學，別不當回事。這些本事學會了，不是給我學的，是你們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，都是實打實能用得上的東西。學會了，就都是自己的。這種書寫方式確實簡單方便一些，比算圖快多了，記賬也省事。給大家準備了10道例習題，各自抄在自己的本子上面。明天早上我要收作業的啊。哦，對了，這裡還有個附加題，有興趣的可以做一下。來吧，發揮你們聰明才智的時候到了。對了，還想起來個事兒，咱們山上現在各處都還沒有指路的牌子，客人來了容易迷路，得做些引導牌、標識牌。你們誰的字寫的最好？回頭幫忙寫一下。書法這一塊，我是比不上蘇大人的。哎，謝兄。既然已經離開那水深火熱的朝廷，又何必在大人長大人短的稱呼呢？多見外。哎，謝大人這真是折煞老夫嘍！快別這麼說，你這狀元郎的筆墨那是堂堂正正的朝堂風骨，錦繡文章配俊逸書法，老夫怎敢在你面前班門弄斧？老夫這手上的字不過是閒來無事跟着星象走勢練的幾筆草書，算不得正統功夫。不過話說回來，教主這邊若是用得着老夫，那自然是義不容辭。不就是寫幾塊牌子提幾個字嗎？保準寫得清清爽爽。別一天天這麼多廢話，教主讓你寫就寫。好好好，一切都聽教主和家主的。據我所知，這裡的文字與我們那邊不同，名為簡體字。教主若方便，把需要寫的內容用簡體字謄抄一份給我，我會從旁督促爺爺完成，確保字跡清晰，無有錯漏。靠譜。哈哈，我也可以幫忙。行，有你們幫忙就省心多了。其實都很簡單，主要是一些上山路的指示牌，字不多，清晰好認就行。上山的路，沈將軍，教主還是直接叫我沈燕即可，不必如此見外。教主有何吩咐？好，好，好，我老忘了。沈燕，給你安排個差事唄。從山下進門處到咱們山上還有1公里左右的距離。你們可能不清楚，現代人大都嬌生慣養，走幾步路就喘，1公里山路對他們來說簡直能要了命。最開始這1個月，你把你們之前用的那輛馬車拿出來用用，就是當年逃命用的那個馬車，就來回拉遊客上山。一來解決走路問題，二來馬車也算咱的特色。好的，教主，我這就去把馬車收拾一下，立刻就能投入使用。設備到位了，飲料零食也全了，接下來就差開業了。安寧，這道附加題你做出來了，你的解題思路是什麼？思路啊，我就是從一剛開始一個個往裡面試啊，才試了400多次就出來了，還挺好玩的。當時試出來的時候可有成就感了。你還真是一身使不完的牛勁兒，這哪是靠腦子，這分明是靠毅力啊。既然大家數學都還過得去，就可以開始分配人員了。我先看看各個崗位需要的人選，16個人，以前還覺得挺多的，現在一看根本不夠用。算了，先這樣吧，剩下的客房先用鑰匙掛鎖頂着吧，等賺了錢再還。53塊錢，還好買菜的錢提前打給謝先生了。我現在就是一窮二白，必須得回本，趕緊開業。歐哥，真不是我潑冷水，你真覺得這是真的？沒屌威麻，沒鋪保護墊，就光溜溜一面山壁，他能爬得那麼利索，這合理嗎？我全程看了直播，還能有假？行行行，我歐哥的眼神兒比我看看跑車還準，行了吧？這要是假的，你歐哥能連刷10跑車？那場直播的回放我仔細看了，確實沒有吊鋼絲什麼的。那地方最高的就是那個山峰，就算是想要吊鋼絲，也沒有地方給它固定啊。所以我覺得應該是真的。但是後面那一段貓貓盪秋千的我不信。我家的毛球平時碰一下都嫌我煩，尾巴能甩我一臉，憑什麼別的貓就能在那麼高的秋千上安安靜靜的？我不相信。你就是羨慕嫉妒恨。快到了，導航顯示前面就是入口。好，我看看。我去，這風格夠原生態的。走，先去驗票。剛剛那條裙子真好看。你裙子已經夠多了，那還能買嗎？有錢了就給你買。
是吧？这景区是疯了吗？用这種级別的顏值來檢票？你好，我們團購了10張門票，麻煩核銷一下。請出示一下團購碼。對了，請問你們老闆今天在嗎？他問的應該是教主。哦，不好意思，還不太習慣這個稱呼。我們教主現在在住宿區處理需要住店的客人。教主？從檢票就開始沉浸式體驗了嗎？有點意思。往上走1公里可以到達山上。當然了，如果大家不願意走，也可以選擇乘坐馬車上山。只是馬車剛剛送完一批遊客，返程還需要一會兒。馬車？真的那種馬？若非是真的馬匹，還能是什麼呢？這環境確實不錯，就是不知道馬車怎麼樣，別是那種破破爛爛的觀光馬車吧？這你就別抱希望了，真要是那種比賽用馬，也不可能淪落到這裡拉車啊，一個噱頭罷了。就是，我覺得老闆能想出這種點子已經不錯了，很符合設定啊。這是純種阿哈爾醉寶馬，而且是品相頂級的赤金汗血寶馬。什麼意思？很值錢嗎？這不是值不值錢的問題，赤金色的汗血寶馬比棗紅色稀有10倍不止，全球存欄量屈指可數。這種頂級品相的，每匹保守估計價值1000萬往上，有錢都不一定能買到。用價值1000萬的赤金汗血寶馬當馬車，這度假村老闆到底是什麼神仙人物？各位客人，馬車準備好了，可以上車了。一次最多乘坐8人，諸位可以分2組上去。我要先上去。那你們幾個先上去，我們等下一輛車。哇，這就是直播裡面那個山峰！我的天哪，這麼高！我勒個豆啊，這是人能爬的！我服了，這地方想吊威也沒辦法呀。可是我還是想試試。一會兒再說，我們先去住宿區，正好他們老闆也在那邊。這也挺好啊，起碼很整齊，沒有破壞隊形。有道理。說不定這是什麼小巧思呢？你想啊，這樣一來，如果有人用無人機航拍拍出來就是整整齊齊的100間木屋，多好看啊，多有儀式感！對，總不可能是做完100間木屋前設計忘了留前台位置，沒辦法才拆了一間湊數吧？肯定是故意這麼設計的，主打一個原城難更壞，還不破壞整體，肯定是很謹慎美感。這怎麼可能隨便就打開了？對啊，像以為是你的論文呢，想到啥就寫啥，夢到哪句說哪句。你夠了啊，罵我可以，侮辱我的論文絕對不行，那可是我熬了3個通宵改出來的，導師都誇有想法。那種顏的美人負責驗票，價值連城的汗血寶馬來拉車，感覺這個老闆在下一步很大的棋，其實挺大，就是宣傳這塊沒跟上。要不是歐哥偶然刷到主播直播間，咱們壓根不知道這地方。白瞎了這麼好的配置。挺好，這不就讓我們撿了個漏？這以後要是都宣傳出去了，肯定就不是這個房價了，到時候搶都搶不到。歡迎光臨，這邊辦理入住。現在中午11點45，一上午就開了2間房，還是同一家人的。現在好不容易來了這麼大一群人，住宿利潤比門票高多了，客人住下來吃喝都在度假村裡面，小賣部食堂又能跟賺一筆，太好了！請問你們是已經提前購買了團購嗎？我來，開5間房，謝謝。5間房就是將近1500塊錢。這邊給你刷新一下，還有4份需要核銷。行。團購核銷好了，麻煩各位出示一下身份證，這邊需要登記信息。我就是上次直播間那個攀岩的，你還記得嗎？哦，你就是那個 Leo 老闆呀！感謝你的捧場，太大氣了。都把身份證拿出來，趕緊登記，弄完了我們先去吃飯。久等了，還需要5個手機號碼。我們這邊使用的電子門鎖沒有房卡的，過會兒會把房間的門鎖密碼發送到對應的手機號裡面，記得查收一下。這是什麼字？第1排是喵仙人度假村，第2排是今天的日期。這是古代人用的繁體字啊，自帶防偽功能，不錯吧？老闆，你們度假村真有意思，設定好完整哦，居然還有自己的文字。感謝誇獎。現在也差不多到飯點了，咱們食堂中午不僅有飯菜，還有說書人講故事呢。你们要是感興趣，登記完可以抓緊時正好開場。園區地圖在咱們度假村的短視頻號首頁置頂圖片裡能直接下載。還有說書人，這個太新鮮了，必須看看。哦，對了，因為玄武山本身是比較涼快的，所以房間裡面沒有裝空調。你們要是怕熱的話，可以在這邊領電扇。天哪，真的連空調都沒有裝，電視也沒有。唉，這老闆也太能省裝修的錢了吧？唉，得虧房費打了5折，這要是599，那就太划不來了。這配置也太頂了，這種檔次我只在5星級酒店見過。懂了，合着是故意不在房間面裝現代電器，就為了保住古風意境，把現代化享受全藏衛生間裡了。巧思，這又是巧思。老闆果然有點東西，剛剛還覺得299有點虧，現在一看，就算是原價599都是血賺。走吧，整頓完去食堂。他說有說書人，他為了讓父母能吃上白米，
常常步行100里之外去买米，再背着沉甸甸的米袋原路返回。寒冬腊月里，腳踩在雪地里，冻得開裂流血，也不叫苦。後來仲有做了大官，锦衣玉食，卻常常對着山珍燕味落淚。旁人問他為何，他說：“這便是樹欲靜而風不止，子欲養而親不待。孝道不分古今，孝心貴在珍惜。”咱們的兒女也不差，這不也陪着咱們來山裡過生日嗎？今日一段百里赴米，說的是孝道，仲由的孝心感天動地，後人皆稱其為孝聖。這段佳話也流傳至今。老先生說得好，說得好啊！這段故事便說到這裡了。如果還有客官有聽故事或者是算命的需要，隨時可以來找老夫，只需当天消費超過100元。險些真以為自己穿越進了古代市井，硬是被最後一句話扯出來了。太有意思了，走走走，去點菜，我還要听故事。嚯，这当初得花了多少时间培训啊？对了，我们有入住送的赠品券，能在这兑换点心吗？是的，你是要兑换2份点心吗？你们有几张？建议不要全部用完了，还可以去体验一下別的項目。我們一共是5張吧，別的還有什麼項目？好像是餵動物和中醫。我不相信中醫的，但是可以留着餵小動物。那就給你們調2張，兌換黃金玉露餅與5色同心糕各1份。哇，這也太真了吧！這又是什麼設定？古代人不會用計算器？這麼細緻的嗎？感覺自己不是來度假的，是進了實景古裝劇場。你們家真是每一秒都是巧思啊！好的，一共350元，這邊掃碼支付，掃完了給我看一眼。好，給我看一眼。幾位小友看着面生，應當是今日剛入園的貴客吧？方才聽你們說要聽故事，老夫這裡古今奇聞、江湖豔事、風水傳說、宮廷舊事，應有盡有。先祝諸位旅途順利，情誼長存，在喵仙人度假村玩得盡興。聽故事。只是故事分千百種，有神話志怪，有歷史典故，有江湖情仇，亦有風水奇談。幾位小友不妨說說偏好，老夫挑最合心意的講。哎，我想聽那個江湖下殼的也不錯。我也不知道，你們說那個秘聞是不是老先生嗎？他們說的那些都太普通了，網上評書裡都能聽到。不如您給講講您自己的故事吧，比如說您是怎麼來到這度假村的，您的過往經歷，我們都特別好奇。既然都是沉浸式體驗了，那 NPC 肯定會有自己的背景設定吧？老夫的過往算不上驚世駭俗的趣事，更不是什麼值得誇耀的風光往事。不過既然諸位小友有心想聽，老夫說說也不妨。老夫姓蘇，吳望奎，出身於風水世家蘇家。自前朝起，蘇家便執掌皇家欽天監堪輿科，專司皇家風水勘測、龍脈護持、陣法布設之事。家族傳承逾100年，經手的皇家堪輿事宜，從未有過一日失責，更未出過半分差錯。諸位或許不知，古時皇家最重風水國運，皇陵龍脈勘測、祭祀大典方位，全都是欽天監堪輿科的核心職責。而我們蘇家世代坐鎮堪輿科，到了我這一輩，官至欽天監監正。欽天監監正，好熟悉，在哪裡聽過？《甄嬛傳》裡面有。哦，想起來了，好厲害！諸位過譽了，這沒什麼厲害的，不過是蘇家世代傳承的手藝。老夫不過略懂些皮毛罷了。所謂說白了，就是順天地之勢，應自然之理，觀山川脈絡，察陰陽調和，談不上什麼通天本事。那後來呢？欽天監監正不是應該在皇宮吃香的喝辣的，怎麼就從皇宮來到這深山度假村了？那已經是幾年前的事情了。當朝天子問帝登基多年，卻一直子嗣單薄，膝下只有寥寥3名皇子，遲遲沒有新的皇嗣降生。就在這時，有趨炎附勢大臣揣摩聖意，竟然說陛下遲遲無子，是因為後宮妃嬪生辰與陛下不合，陰陽不調，懇請陛下廣納後宮，挑選生辰相合的女子入宮。這能有用？當然沒用了，這不過是那問帝色心四起，40好幾了還不消停，想多找幾個年輕漂亮的女子進宮，找的由頭罷了。我們算出來的結果根本就不重要，反正最後的結果就是招了一批京中貌美的女子進宮，其中一個女子竟然沒過多久，網友真的懷孕了。皇帝大喜，立刻升她為靈貴妃，賞賜無數。這也太不可取了吧！一個宮中設立法陣，還能左右生產安危？說白了，就是給皇帝和貴妃一個心理安慰罷了。林貴妃懷胎10月，到了生產之日，突然遭遇難產，宮中人仰馬翻，太醫院的太醫們束手無策。直到這時，大家才發現，林貴妃懷的竟是雙生胎。第一個出生的是男嬰，
落地時便沒了氣息，是個死胎。好不容易等第二個孩子降生，是個女嬰，好歹還有氣息，算是活了下來。那真是不幸中的萬幸了。還好活了一个。話是這麼說，可這結果根本不是問帝想要的。問帝滿心期待能得一位皇子，延續皇室血脈，結果皇子夭折，只留下一個公主。他勃然大怒，當場就說這女嬰是妖異之相，克死了自己的兄長，要立刻將這剛出生的公主處死。有病吧！虎毒不食子，這皇帝也太狠心了。好在林貴妃拼死相護，以死相逼，才保住了這個女嬰的性命。可帝王的怒氣總要發洩，總不能怪皇帝自己，更不能怪剛生產的貴妃，這鍋自然要有人來背。我懂，肯定是太醫院和青天劍背鍋，電視劇裡面都是這樣。小友很懂啊。那是自然。太醫院一眾太醫被罰俸3年，算是從輕發落。可我們青天劍就沒這麼好運了。問帝下旨，稱是我青天劍不捨的平安法陣出了漏叟，逆天改命，將貴妃腹中的皇子改成了妖異之相的雙生子，才導致了皇子夭折的慘禍。直接下令將我蘇家滿門抄斬，一個不留。等，雙生胎怎麼就是妖異之兆了？民間生雙胞胎都算雙喜臨門，是吉兆啊。吉凶不過是皇家的一句話罷了，生得下來那就是吉兆，生不下來那就是妖異。皇家要的從來不是真相，只是一個發洩怒火的借口。那憑什麼太醫院只是罰俸，你們蘇家就要滿門抄斬？這也太不公平了。我們存在的意義，現在看來就是說出他們願意聽的話，佐證他們想要的結果。這樣的職位誰都能替代，自然不值一提。百年世家的榮耀，在帝王的喜怒面前，竟如此不堪一擊。然後你們就逃出皇宮了？是，還好我孫女算出當天應有大劫，提前逃出皇宮。家人後續來追殺我們的沈將軍一時心軟，放過了我們，這才讓我們遇到了教主，來到這一處風水寶地，從此隱姓埋名，過上了安穩平靜的生活，再也不用理會皇家的爾虞我詐。沈將軍又是誰？也是度假區的 NPC 嗎？這位沈將軍你們應該都見過的，便是今日在山路上趕馬車，身後背着一把弓送你們上山的那位英武男子。哦，想起來的，帥的。那沈將軍為什麼要心軟放了你們？他身為朝廷將領，違抗聖旨可是死罪啊。這就是沈將軍自己的故事了，其中緣由老夫不便多言。老夫的故事就講到此次了，不知幾位小友聽得可否開心？太好聽了。諸位聽得開心便好，老夫也該下去歇片刻，養養精神，就不耽誤你們用飯了。祝各位用餐愉快，吃得盡興。辛苦老先生了，慢走。這個餅太好吃了！誰讓你吃的？我還沒拍照呢。媽呀，這個餅確實好吃，再加2份，不3份。這個冰酸梅湯太爽了，我就沒有喝過這麼好喝的酸梅湯。服務員，再加2壺。話說，他們這邊故事線做得真好啊，還是交叉的。對啊 ，NPC 之間還有聯繫和羈絆，太好玩了。這應該是專門找哪個網文作者寫的吧？這個作者說不定還叫香菜什麼什麼的。都可以直接發布成小說了。哎，你們說後續這個貴妃會不會出場？哇，好想法！以後這度假村越做越大 ，NPC 只會越來越多。像這種提前就埋下了故事線的角色，一定會登場。那狗皇帝會不會登場？我想要踢爆他的狗頭啊！克制，毆打 NPC 會罰款的，搞不好還會進局子。小姐姐，請問一下，山上有什麼適合飯後消食的地方？你們要是閒來無事，可以去梅花莊那邊體驗一下。那邊專門為遊客準備了娛樂版的梅花莊，難度不高，還能鍛鍊身體平衡感。不過要跟幾位說清楚，我們平時練功的專業梅花莊區域，千萬不要去嘗試，難度太大了，不安全。梅花莊，娛樂版，還有專業和娛樂之分啊？怎麼區分的呢？你們看到了便明白了，往那邊走。我的天，這就是專業版，2米多高，這哪是普通人能駕馭的，簡直是在挑戰極限。這高度，就算是没恐高症，站在上面估計也腿軟。而且這間距，就算站上去了也跨不過去啊！我的媽呀！我以為這種表演只有上4才能看到。不對，就算是少林寺
也未必能看到这麼絕的吧？這簡直是少林寺電影裡才有的情節。大哥，你知道他這樣倒立多久了嗎？也太厲害了吧！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半個小時前過來的，他就已經這樣了，動都沒動過一下，連姿勢都沒變過，太狠了！這體力和毅力簡直絕了。我剛才問了，說是有半個鐘頭了。半個小時，單手倒立半小時，還在晃動的竹子上，這肌肉耐力也太驚人了。普通人單手撐地3分鐘都難，他這簡直是非人類。来，到時間了，都過來吃飯吧。今天謝先生做了好多好吃的。太厲害了，太精彩了！這動作簡直比電影裡還帥。高手在民間啊，這才是真正的功夫吧。见笑了，獻醜了，不好意思，我要去吃飯了。去吧，辛苦了。安寧，教主讓我們過去吃飯，我們一起去吧。我先不過去了，這邊還有一些客人在餵動物，我不方便走。你們先吃，給我留一些剩菜就可以了。那怎麼行？剩菜哪有剛做好的好吃？这樣吧，我等會兒拿食盒專門給你帶一份過來，保證是熱的。這樣也行，謝謝你。客氣什麼？對了，我剛剛聽教主說，今天客人裡面有過生辰的，他們這邊過生辰要吃蛋糕，還要吹蠟燭，好像叫什麼奶油蛋糕。奶油蛋糕是什麼東西？我也不知道，不過教主說，以後我們過生辰的時候也會給我們買奶油蛋糕，到時候我們就能看見了，肯定很好吃。教主真好呀！對呀，教主最好了。我的天，這也太敬業了吧！都到下班吃飯的時間了，還在保持着人設，連對話都這麼有代入感，這 NPC 的專業程度簡直絕了！是啊，剛才他們說教主奶油蛋糕，完全就是角色裡的對話，一點都不出戲，這也太拼了！要不是他手裡還拿着對講機，我都要懷疑自己是不是穿越了。